当你赢了钱，赚得盆满钵满，但你却在最该开香槟的场合，像个喷子一样疯狂地掀桌子，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看到了别人还没有看到的恐惧。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家公司叫 Palantir。如果你手里有美股，或者关注过这2年的 AI 狂热，你绝对听过这个名字。这家号称 AI 时代唯一企业操作系统的巨头，在5月4号的时候，交出了一份在软件历史上足以封神的 Q1 财报。看完这期，你会知道手里的科技股该怎么判断，以及你们公司的 AI 预算有没有花在刀刃上。这期视频要特别提一下上个月在评论区里 ID 是 WildNex175 的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选题建议。这位同学，视频我做了，你看还成吗？好，回到正题，这份财报有多猛呢？总营收 16.33 亿美元，同比暴增 85%。大家最盯着看的美国商业营收单季飙升 133%。行业里衡量 SaaS 软件公司的健康度有个顶级标准，叫40法则。营收增速加上利润率，及格线是40。你猜 Palantir 拿了多少分呢？145分。这个数字在软件公司的历史上是绝对的统治级存在。Kelp 在致股东信里极其狂妄地说，在整个的科技史上，能拿到这个分数的只有英伟达、美光和 SK 海力士，都是卖最底层算力硬件的绝对垄断者。而 Palantir 是纯卖软件的公司里第一家跟他们并肩的。华尔街也给了他们令人窒息的估值，远期市盈率飙到了94倍，市销率44倍。什么概念呢？就是市场默认你未来的每1块钱销售额，我都愿意花44块钱提前买下来。这本来应该是一场全赢的故事。但按照正常的剧本，交出这种成绩单，股价第2天不得原地起飞啊？结果呢？财报见光死，随后几天股价暴跌近 7%， 年内回撤高达 23%。 华尔街顶级投行开始密集的插刀，汇丰银行直接甩出了一份报告，把 Palantir 的评级从买入无情的踩成持有，目标价从205美元硬砍到了151美元。花旗、瑞穗紧跟其后，排着队下调目标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家交出了史上最好财报的公司，为什么会被华尔街连环的摁头呢？而更有画面感的是财报电话会议现场，在这场极其严肃的身家100亿的大佬云集的会议上， Palantir 的 CEO Alex Karp 顶着他标志性的炸毛发型，像个狂躁的战神一样，跟他的 CTO 一起在整场会议里前前后后用了整整17次同一个词，疯狂大骂市场上的同行。这个词叫 AI slop， 翻译过来就是 AI 垃圾，或者叫 AI 泔水。Karp 在电话会里极其傲慢地说，那些企业大可以出去跟这些 AI 垃圾调调情，但他们最后基本都会乖乖地回到 Palantir 的怀抱。他的 CTO 更补了一刀， token 越多，垃圾越多，别人都在造垃圾，而我们是绝对的无垃圾区。你仔细地品品这个画面，一个超级大赢家在自己最辉煌的时刻，不是高瞻远瞩的谈愿景，而是像在掩饰极度焦虑一样，疯狂地撕咬同行。他口中的垃圾到底是什么呢？汇丰银行又到底看穿了什么致命的裂缝呢？那今天这期我们就来彻底的扒开这层画皮。要看懂这场战争，先搞清楚 AI slop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过去2年里，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疯狂的搞 AI 转型，
怎么转呢？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买个大语言模型的 API， 套个壳，做个聊天机器人接近公司的系统。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很智能，实际上没有任何业务约束的面子工程，就是 Cap 口中的 AI 垃圾。为什么叫它垃圾呢？因为它在真实的商业世界里正在引发灾难。我给你举2个真实的案例。案例1，加拿大航空有个小伙子因为家里老人过世，想买丧亲打折机票，他上了加航的官网，问了那个基于大模型套壳做的智能客服。这个 AI 非常流畅，非常有同理心的告诉他，没问题，你先前价买机票，90天内填个表就能退差价。小伙子信了，买了前价票。事后加航人类客服告诉他，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政策，死活不给退。小伙子一怒之下把加航告上了法庭。你猜加航的律师给出什么辩护词呢？他们说，这个聊天机器人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他说的话他自己负责，公司不背锅。法官听了估计都气笑了，当场驳回，判决加航全额赔偿812加元。这笔钱虽然不多，但这个2024年的标志性判例在整个的企业界引发了核爆级的恐慌，确立了一条冷酷的商业铁律，只要你敢把未经约束的大模型接进你的业务里，他说的每一句换节废话，企业都要承担无限的法律连带责任。案例2，欧洲金融科技巨头 Klarna， 当时这家公司高调宣布用 AI 客服替代了整整700名的全职人类员工，扬言要靠降本增效去美国冲击150亿美元估值的 IPO。 结果2026年的 Q1 财报一出，钱傻眼了，单季净亏损将近1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2倍多。更致命的是，消费者信贷坏账同比暴增 17%， 达到了 1.36 亿美元。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面临财务危机的客户想来重组债务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只会预测下一个词，没有任何金融风控同理心的死板机器人，直接把大量的优质客户逼成了死账。最后 CEO 被迫的暂停 IPO， 灰溜溜的重新去招人类客服。发现没有，大模型再聪明，它本质上也是一片狂野的泥沙俱下的野水源。企业要的从来不是一个会写诗的诗人，而是绝对服从、绝不犯错的士兵。而这个判断不只是 Palantir 的生死线，也是你判断这类 AI 公司股价值不值的根本依据。这就是 Palantir 目前最能赢的核心秘密。它不生产水，它卖的是一套极其昂贵、极其森严的重型自来水厂净水系统。这套系统在底层有一个极其硬核的技术，叫 Ontology 本体库。我给你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拆解，就是水厂的3道过滤闸门。第一道闸门，语义过滤。企业里的数据是泥石流，有 ERP 里的烂账，有机器传感器的数据，有乱七八糟的邮件。如果你直接让大模型去喝这种水，它当场就得精神分裂。Palantir 的本体库把这些泥石流全部打碎重组，变成 AI 能看懂的业务实体。大模型进来看到的不是一堆杂乱的代码，而是一张脉络清晰的企业神经网。第二道闸门，动力学消毒，锁死 AI 的手脚。大模型算出了一个结论，想去直接修改底层的采购订单，对不起，门都没有。本体库里预先写死了动作类型， AI 只能像个提线木偶，去触发那个经过人类法务、财务多重校验过的合规按钮，绝不允许直接乱动底层的数据。这就从物理层面切断了 AI 引发系统崩溃的可能。第3道闸门，
列级安全管道，按身份线流。一个初级供应链分析师唤醒 AI 助手去查供应商的信息，本体库会在毫秒内识别出他的身份，直接把采购成本这类数据的管道物理切断。AI 在推理时根本就看不到成本数据，这就彻底的堵死了大模型最容易犯的页前泄密漏洞。说白了，Palantir 卖的不是智力，而是秩序。这套秩序在全球容错率最低的客户环境里被真刀真枪的验证过。看一眼财报就明白了，美国政府业务单季营收 6.87 亿美元，增速 84%。军方和重工业是这个星球上要求最变态的客户，他们用真金白银投票，这就是最硬的信用背书。那你可能要问了，这套系统既然这么牛，护城河这么深，为什么华尔街要在它业绩最爆炸的时候把它的评级踩到地板上呢？因为汇丰看到的不是你今天有多强，而是你的护城河边缘正悄悄的有2把刀在切。当我把这2把刀拆解完，你就彻底懂了。以微软 Salesforce、ServiceNow 为首的传统企业软件老炮，对 Palantir 发起了教科书级别的围歼。Palantir 的官网再好，有一个致命的前提，你必须把企业分散在四面八方的数据全都搬运、抽取、清洗，集中映射到闭环的本体库黑盒里，贵得离谱，还极其耗时。于是传统的巨头们掀桌子了，他们搞出了一个叫零拷贝的降维打击技术，以 Salesforce 的 Data 360和 SAP 为代表，结成了庞大的技术联盟。核心哲学只有4个字：数据不动。以前你要把全世界的食材装上卡车，千辛万苦的拉到 Palantir 的厨房里，他才能给你做菜。现在他们告诉你不用搬了，我们的 AI 厨师可以直接穿过网线，去你家 Snowflake 或者 Google 云的冰箱里就地的炒菜，炒完就走，绝不复制数据，也不收你昂贵的搬运费。这一招直接釜底抽薪，瓦解了 Palantir 通过数据大一统收取天价过路费的商业必然性。巨头们的绞杀还远不止一此。ServiceNow 掏出了一个叫 AI 控制塔的核武器，带有一键熔断功能， AI 一旦越权，直接物理断电。微软更绝，直接在全球企业的身份认证系统 Entra ID 给 AI 智能体发了身份证。企业的员工身份、组织架构、审批流原本就长在微软的血脉里，他们在最底层的操作系统里卡死了 AI 的咽喉，根本不需要重塑什么本体论。商业模式上，这帮传统的 SaaS 老炮对 Palantir 展开了更残忍的采购经济斜绞杀。Salesforce 的 CEO Mark Benioff 在 CNBC 电视采访中指名道姓的嘲讽，说 Palantir 是他见过最昂贵的企业软件，并推出了 Flex Credits 弹性计费模式，你的 AI 实际干了多少活，你付多少钱。微软更绝，直接把 AI 治理框架打包嵌进了 Microsoft 36515的企业版升级包里，每个高级员工每月多花$30，就能无缝的解锁强大的 AI 自制能力。你把自己带入成一个世界500强的 CFO， 一边是需要向董事会特批数百万美元的重资产豪赌，另一边是每月多花$30，无缝解锁同等能力。这道选择题实在太好做了。当这波合围完成，企业 CFO 们的脑子里被死死地植入了一个怀疑：我们是不是不再需要这么昂贵的专属管网了呢？就在这个怀疑刚刚产生的同时，
硅谷某家科技企业的产品经理办公室里，发生了一件更让人不安的事，而这件事才是整个传统软件帝国崩塌的最强因。我们来做一个极其刺骨的场景还原。3年前，某家企业想把客户售后投诉系统跟底层供应链库存数据打通，做一个能自动判断责任并触发仓库调货的 AI 系统。由于数据太脏，前线太复杂，他们咬牙花了300万美元签下了 Palantir， 让一队精英工程师进驻公司，整整熬了6个月才把这套管网建好。但今天在2026年，同样是这家公司，同样是这个需求，一个只懂业务逻辑，完全不会写底层代码的高级产品经理坐在自己的工位上，他没给任何的 SaaS 供应商打电话，只是打开了大模型的 API， 连上了一个叫 MPC 的开源协议，然后对着像 Cloud Code 这类工具用大白话说了几句话。去读一下我们 GitHub 库里的库存接口文档，再看看客服工单的 API， 给我写一个中间件把它们连起来。注意屏蔽财务成本那类数据的查看前线。接下来发生的事足以让所有传统软件从业者深思。这个 AI 自主地去读了公司庞大的代码库，理清复杂依赖关系，自己写了脚本。当系统测试管道报错时，他没有停下来等人类，而是自己去读错误的日志，分析 bug， 重构代码，再次提交，直到所有的测试用例完美的通过。仅仅1周的时间，这套曾经价值300万美元，需要几十人团队耗时半年的数据管网模型，在一个产品经理的电脑里跑通了。成本1周工资加上几十块钱的 API 调用费。当这个测试结果摆在 CFO 办公桌上，他意识到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既然连我们内部的人都能用这套几乎免费的开源工具把数据管网搭起来，那我为什么还要掏几百万美元去买任何人的系统呢？企业不仅发现了自己不需要 Palantir， 他们甚至发现自己不需要任何软件中间商了。而这一切靠的是2大底层支柱的同时崩塌，速度还比任何人预期的要快得多。支柱1，算力成本的断崖式暴跌。在2026年，大模型 API 的定价体系已经彻底的雪崩，主流轻量化模型每100万 token 的成本相比2年前暴跌了 90% 以上。就像前段时间刚发布的 DeepSeek V4， 把本地私有化的部署成本打到了更低的地板价。同样采用混合专家架构，庞大的参数规模保证高智商，每次执行任务只激活其中最相关的一小部分。就好比你请了一个潜能天才，却只用了脑子里最相关的那部分来干活，既聪明又省电。当智力变得像自来水一样廉价，那些靠封装一点点业务逻辑就感受高昂年费的传统 SaaS 软件，在 CFO 眼里简直就是在收智商税。支柱2， MCP 协议给 AI 大脑装上了万能的 USB 接口。以前大模型就像是一个被关在玻璃房里的最强大脑，智商极高，但它是个瞎子和聋子，不知道你公司上个月的真实财务数据，也不知道仓库里还有几个螺丝钉，只能花大价钱雇 SaaS 软件当传话筒。MCP 协议诞生后，相当于给这个大脑插上了万能的 USB 数据线，一头连着 AI， 另一头直接插进企业私有数据库和代码库，自己安全实时的拉起数据，根本不需要中间商赚差价。这不是极客签的实验室幻想，网络巨头 Cloudflare 已经真刀真枪的这么干了，放弃了购买昂贵的企业级 AI 软件，直接用 MCP 协议
加上大模型自己搭建了一套统一的 AI 管网，中间加了 AI 网关，随时可以切换底层的模型，成本低的令人错愕，数据绝对安全。这两根蜘蛛一倒，传统 SaaS 作为传话筒的中间商价值正在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抽干。了解了这场神仙打架，你可能会问，这都是巨头之间的权力游戏，跟我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大了。这场底层的清洗将直接决定你明年的钱往哪投，以及你在公司里的饭碗还能不能保得住。先说投资者，你现在明白为什么2026年华尔街正在上演一场叫 AI 恐惧交易的血洗了吧？为什么连 Palo Alto Networks 这样的网络安全巨头都会因为 Anthropic 发布了一个写代码的 AI 工具而暴跌呢？因为资本市场彻底醒了，意识到那些靠调用大模型 API 套个壳加上点 AI 后缀就出来讲故事的软件公司很快会被清零，闭眼买软件股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未来的超额利润只属于两类公司，要么像英伟达 OpenAI 那样掌握着底层算力和模型霸权的绝对庄家，要么像 ServiceNow 那样深深扎根于企业内部，把控了底层权限和合规网关的必经收费站。夹在中间的所有套壳应用将成为这一轮估值杀戮的最后燃料。再说职场上的每一个人，再说一次，不需要去学敲代码，也不需要当全站工程师，你需要的是极其敏锐的认知判断力。看看你们公司的高管是在花大价钱买各种花哨的 AI 聊天机器人搞面子工程，还是在痛苦但坚决地梳理公司底层的数据流转规则和权限边界呢？ AI 时代，那个清楚知道哪根水管该通向哪个阀门，哪个节点绝不能向 AI 开放的人，他们的判断力正在决定公司能不能活过下一个淘汰周期。弄懂行业底层逻辑，比背诵10000个 AI 提示词重要10000倍。好了，拆解了这么多，我们回到视频开篇的那个画面。现在你应该懂了，为什么 Palantir 的 CEO Alex Karp 要在财报电话会上整整用17次同一个词骂同行。那绝对不是赢家的傲慢，也绝不是无能的狂怒，而是一家在94倍极端估值下走钢丝的企业，在面临传统软件巨头重兵合围，以底层技术去中介化的革命双重绞杀面前发出的最强硬的冲锋号。他必须用最极端的语言，在华尔街和客户心中死死地焊住一个认知：没有我们的秩序， AI 就是灾难。Palantir 现在卖的其实已经不是代码了，他卖的是极其宝贵的时间差。他那数千亿美元的昂贵估值完全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窗口期上。只要企业自己还搞不定复杂的数据治理，只要大模型还在偶尔产生幻觉，帕兰提亚那套军工局的净水系统就有它不可替代的生存价值。但在这把悬在头顶的刀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落下，上游的水每天都在变得更轻，造管道的成本每天都在变得更便宜。时间是商业世界里最昂贵也最留不住的东西。在这场由 AI 掀起的底层狂奔里，根本没有永远安全的避风港，也没有牢不可破的护城河。所有的赢家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必须跑得比颠覆者更快。最后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如果你是 Palantir 的 CFO， 面对这两把同时落下的刀，你会选择继续的死守重型净水厂的定位，还是会主动向廉价轻量级转型，
哪怕这意味着亲手打碎自己的高端护城河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里是明夜3000里的频道，带你用科技事件看透商业逻辑与资金流向。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咱们下期再见。